请注意，社区规则7：当日必须前往1号楼第10层乘坐1次电梯，违者死。第6次规则后，存活人数从215人锐减到寥寥36人，而第7天的规则诡异程度丝毫不减，天知道电梯里面又会有什么恐怖的存在。这一次的规则没有限定时间，我们什么时候过去？越是不限时间的规则，我们就越要第一时间赶过去。小美附和道：上一轮的经历已经证明，再凶险的规则也存在着一线生机，我们越早过去，就可以观察到越多样本，这样就能推断出电梯里的生机所在。1号楼是我们小区里最高的主楼，足足有20层楼。我们3人走到1号楼底层后，尝试坐电梯上楼，却发现无论怎么按动电梯按钮，梯箱都稳稳地停留在10层。显然电梯已经被规则动了手脚，只有从10楼才能进入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爬了10层楼梯。抵达10层之后，我们并没有直接走进电梯，而是选择躲在附近的走廊角落，悄悄观察电梯的情况。不到10分钟，就等到了第一批抵达电梯的住户。那是一对情侣，他们在门前踌躇犹豫了很久，才终于按开了电梯。里面极其平静，空无一物。看到这一幕后，他们总算是放心地走了进去。我们则凭着呼吸，目送他们2人的身影消失。我猜电梯一关闭，里面就会出现比关押还恐怖的东西。然而关门之后，电梯的楼层显示器突然开始变换，经过一阵跳跃，楼层数字从10变成了3，随后电梯便迅速下降，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，从10层冲到了3层。惨叫声、碰撞声从电梯门外隐隐传来。再度归来时，梯箱里已经是2具发软的尸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天灵盖仿佛都被人掀开了。这样的死法和处以极刑有什么区别？又等了3分钟后，新的住户走上了楼，这次是一个穿背心的大叔。等他按开门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那对情侣的尸骨居然已经消失不见，电梯仿佛回到了最初状态，而大叔也像前面那对情侣一般走进了电梯。这一次，显示器的数字变成16，电梯猛地上升，同样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呼啸而去，钻到了16层。大叔不出所料变成了梯箱里第3具亡魂。看着这一幕，我们沉默了许久。所以说，这个电梯每一次开启都会随机选中一个楼层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刺过去，恐怕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必须随机到上下3层以内才有可能存活吧？这个规则也太考验运气了。然而青青却说，往上3层恐怕也悬，要知道经历这样快速的冲刺，向上比向下还要可怕。后续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们又蹲守到了3批住户的踪迹。先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，她极其幸运，随机到了9层，仅需要下坠1层，哪怕速度快，但也只是有惊无险。女大学生高兴地从电梯中走出，而后面的2拨人就没那么走运了。一个年轻人倒霉地抽中了2层，电梯急速俯冲，送回来一堆渣子。最后一批人是4人同行，3男1女一起进入，随机到了15层，急速上升之后，同样没有1人幸免。这一关太难了，能活着走出来的只有女大学生1个人。正在我陷入沉思时，轻轻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。去电梯。我和小美都有些莫名，怎么了？先进去再说，不要被人抢先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头雾水地进了梯箱，看着电梯门慢慢关闭，显示器上的数字开始跳跃。几秒之后，数字终于定格，它停留在了8，随后便开始下降。极快的速度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重感。不过好在仅只有2层高，对我们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重创。回到10层后，我惊魂未定地走出电梯，忍不住向青青发问：你怎么知道这一次是安全楼层的？青青解释道：电梯的关键就在于7这个数字。7，没错，就是7。这些楼层数字看似随机，其实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下降7层。第一次那对情侣的3层是初始楼层的10层下降7层，而我们如果把每次下降到底层都是做1轮循环，重新从20层开始，那么第3层下降7层就是第2位大叔的16层，第16层下降7层就是第3个女生的9层，第9层再下降7层就是青年的2层，2层下降7层又到了那4个人的15层，所以我才如此笃定这一次的电梯会再度下降7层，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第8层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都惊讶地捂住了嘴。电梯规则的背后居然是这么简单的规律。度过安稳的20多小时后，第8天的钟声终于响起。请注意，7日规则后社区存活9人。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已经在恐怖的规则束缚中待了7天7夜。在紧张的氛围里，我们又迎来了第8日的规则。请注意，社区规则8：